朝鲜、韩国边境常常上演这样一幕，双方为了面子互相开枪射击，你射50发，我就射200发，可其实全是朝天上打，只是为争一口气。但长此以往，朝方觉得实在太过浪费，于是研发出一种能无限再生的新型秘密武器。 덤으로 300발도 날려줘. 这样的大手笔让资源丰富的韩方都倍感震惊。 나 지금 전쟁하자는 거야? 明明同宗同源，如今却如此敌对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一张不被人注意的小彩票，竟连通两国血脉，让他们不计前嫌，再成兄弟。今天兔子给大家带来一部反战类无厘头战争喜剧片《乐透大作战》。该片一经上映，就连续10天夺得韩国票房冠军，被称为恶搞版共同警备区。全片包袱拉满，笑点不断。 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夜晚，一男子买了瓶啤酒，买酒所赠的彩票被他随手丢掉。烤肉店打烊后，老板将彩票扫进了垃圾桶里，不料一阵风吹过，彩票被带到了空中，粘附到一外卖小哥车上。经过路口时，风向发生改变，彩票再次飞起，卡到了一辆军车的轮胎上，并跟随其进入了韩国边境军事基地。又一阵风吹过，彩票竟一路来到了一位中式士官小朴的脚下。因为军营生活枯燥乏味，小朴一看上面有美女小卡，便收起来准备晚上仔细欣赏。回到宿舍，小朴准备看会儿电视睡觉，正巧电视上正在开讲，他想换台，遥控器还坏了，于是只能被迫观看。很快第一个数字出来了，39。小朴一个机灵坐起来，这数字咋有点眼熟呢？他赶紧翻出那张彩票，第二个号码36号竟然也对上了。可小朴这会儿还是觉得只是巧合，但没一会儿前5个都出来了，全中，这让小朴激动的忍不住颤抖起来。眼看要公布最后一个，忽然长官把电视关了，熄灯时间到了，这给小伙急的都顾不上等级森严，直接推开长官，打开电视，看见最后一个号码也中了后，激动的抖若筛糠，直挺挺倒了下去。这给其他人吓了一跳，以为他是喝了变质牛奶食物中毒，其实小伙只是太幸福。这一天开始，小朴跟疯了一样，始终笑个没完。于是慢慢部队里有个传言，一小伙喝变质牛奶喝傻了。小朴在广播站工作，趁着没人，他拿出彩票查看，发现奖金足足有50.7亿韩元，折合人民币就是2400多万，省着点花，这辈子也是衣食无忧了。因为马上就要实现阶级跨越，小朴买了本《论富人的自我修养》，准备学习。为了保险，他还将彩票夹进书里，但可能是老天想跟他开个玩笑，突然又一阵风，彩票被吹了起来，这一下直接吹进了朝鲜的领地，这让他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亿万富翁的梦想就此泡汤。说来也巧，彩票被风一直吹，这次吹到了一位朝鲜士兵的脚下，但他看不懂这是啥，直接扔了。可那彩票就像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粘着他不放。于是他请教了一位专门监视韩方网络的信息兵胖子。胖子一眼就认出这是南韩的彩票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。随后上网一查，发现竟中了头奖，足足50.7亿韩元，这给俩人震惊坏了。至于小朴，还没有向命运妥协，趁着夜色，他偷偷挖坑，钻到了韩朝缓冲带，甚至不顾这里是雷区。随后利用物理知识测试了当天的气温、风向、风速、物理重量，运用自由落体运动公式计算了彩票会飞行大约1.23公里。就这样找了一晚上，就在他濒临崩溃之时，一个穿着吉利服的朝鲜士兵出现了，正是荣浩。他猜到肯定有人会来找小朴，一看到急得跟啥一样，恳求对方还给他。但越是急，对方就越能看出这彩票的重要性，于是开始谈判，彩票可以给，但你只能留下10%。小朴肯定不乐意啊，但不给他，这又是一张废纸。于是两人约定4天后，等小朴再次值班时进行2次谈判。但小朴的违规行为还是被发现了，少长恨铁不成钢的将他教训了一顿。因为他再剩几个月就要退伍了，现在被传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不说，还大半夜挖狗洞强闯禁区，眼看就要被当成间谍。小朴没辙，只能将彩票的事儿如实相告。起初少长不信，还以为他病入膏肓了，直到看到那张和彩票的合影才勉强相信。正说着，观测兵小金来了，少长知道小金擅长电脑，便让他辨认照片真伪，有没有 PS 的痕迹。可小金也不懂 P 图，于是小朴又给了张照片。在看到北边士兵拿着彩票的照片后，少长终于信了。这下轮到他发病了，所以目前首要目标就是把彩票从北边弄过来。而观测兵小金也因为听到这事儿，被动成了彩票小队的一员。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这边两人已经开始计划拿到钱该咋花了。按理说应该效忠国家，但这么多年国家也没给他们做什么，于是两人决定自己安排。荣浩想孝敬父母，然后助力妹妹完成唱歌梦想；胖子则想给父母换口好的假牙，钛合金的，瑞士产的那种。另一边，这3人也在做规划。少长想给女儿买个好钢琴，再把母亲送去最好的养老院，这给小朴听得肉疼。他只想分出去10%，但少长倒没听见，于是小朴咬咬牙提到了15%，少长才勉强同意。这下轮到监测兵小金了。小朴问他喜欢哪个数字。 7? 오케이, 넌 7%? 10! 그러니까 10이라는 숫자가 생각해보면 정말 멋지고 완벽한 숫자.
现在是第二次谈判，小朴搬出韩国的15招领法，一般发现他人遗失财物，将能得到5%到20%的补偿。小朴直接给出了20%，荣浩笑了。眼看第二次谈判依旧失败了，小朴赶紧补充，如果想兑奖，还必须得有身份证才行。可荣浩也不被威胁，他们大可以找到从朝鲜叛逃到韩国的人，有的是办法。这给小朴急得不行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两人刚回去就被人给发现了，还正好是他们政委，这给两人快吓尿了，赶忙卸下枪。很显然，他们被当成逃兵了。要知道，朝鲜对逃兵的处罚是随时可以开枪击毙的。于是为了活命，两人赶忙把彩票的事儿全一五一十交代了。一听有50.7亿韩元，折合美金600多万，政委也心动了。另一边，韩国这儿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着，得知对方要90%，少长立马拒绝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可不同意的话，他们毛也没有。于是少长决定拿出专业的谈判态度。第二天，他们先在广播里播放了表示友好的歌曲《Jihad Face》，中文翻译张基和和脸孔们乐队。然后少长亲自喊话，希望再来一次真诚友好的会谈。对面立马做出回应，也放了首欢快的歌曲，还让3名士兵在瞭望台上用身体摆出不同的字母。韩国这边一看，赶紧拿出纸笔记下。最后经过长达几小时的分析，得出字母的意思是公共供水区，看来这就是谈判的地点。当晚几人再次跨越边境线来到约定地点，这是双方长官的第一次正式见面，双方都剑拔弩张。北边率先提出条件，彩票现在在他们手里，理应多分点。但南边告诉他们，最后到手的并不是50.7亿韩元，因为还要交税。最后拿出详细的税务表，零零总总算下来，最后只剩30多万韩元，这明显是胡扯。而朝鲜这边也早做好了准备。도시락입니까？别欺负他们封闭，他们也是上网的。胖子早就提前查过了韩国的税法，三人一看没忽悠过去，于是只能继续讨论比例。南边想28分，北边肯定不同意，他们提出19分，你们1，我们9。韩国这边立马炸了，可朝鲜政委直接威胁，反正也拿不到钱，信不信他直接把彩票烧了？这把对面吓得提出中场休息一下，再次商议。说烧彩票肯定是假的，他们也很需要这笔钱。而韩国这边则更诡异些，小朴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先把彩票骗过来，到时候给不给还不是他们说了算，反正他们也过不来。于是等再次谈判，韩方直接提出37分，你们7，我们3。毕竟也考虑一下朝鲜经济问题，这让原本心理预期是10%的朝鲜方十分惊喜，当即就决定签订协议。双方长官按了手印，可就在要归还彩票时，韩方一下没注意好表情管理，被细心的荣浩捕捉到了，立马阻止了政委。만약에 645만 넘어가고 돈은 안 갖다 주면 그거 어떻게 되는 겁니까? 이 감마 새끼들 PK에서 7대3 제의한 거이가 쿵쿵이가 있었구만 기래. 见真相被戳穿，韩方也不装了，朝鲜方更是大怒，二人开始抢夺这张彩票。就在争抢间，彩票不慎脱手，差点落在蜡烛上被烧，这让双方都吓了一跳，最后纷纷开枪。可不知是谁弄灭了烛火，现场顿时乱成一团。等再恢复光亮，现场竟然又多出了一个人，正是韩方的供水官，而因为他早些年也帮助过朝方取水，所以自然而然成为了中间人。等把事情来龙去脉一听，中间人有了个主意，既然这彩票是捡到的，不如见者有分，5-5分，这样对谁都公平。至于如何保证韩方守约，只需双方各派出1名人质即可。韩方这边派出的是小朴，一想到北边那边严苛的环境，死的心都有了。朝方这边派出的则是荣浩，但由于两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差异显著，于是对两人分别进行了长达1周的魔鬼集训。两人练习的那叫一个废寝忘食。终于到了交换人质那天，两人换上对方的军装，别说看起来还真不错。而为了预祝本次行动能顺利进行，双方相约秘密基地，准备了自己国家的特色小吃，来了场暂时放下身份的友好聚餐，甚至还踢了场球。这场友谊赛让双方关系迅速拉近，都开始称兄道弟起来。酒过3巡，一直冲在网络一线的胖子突然想起一个最能统一众人喜好的玩意儿，他要给大家上个才艺。